以后来日方长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第一次眼里有些迷茫，他好像以后很久很久没有听到魏无羡这样对他说话了，仿佛已经过了很久了。但是这个人现在在他面前，温柔地对他说好久不见。蓝忘机动了动唇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的记忆又回到了3年前，那个人对他说以后都别再见面了。声音冷漠刺耳，扎得蓝忘机鲜血淋漓。蓝忘机脸色一下变得苍白，他下意识的就要逃，他转身就要走，不能见面，不能见面的，这是他之前亲口说的，他答应了的。魏无羡没想到蓝忘机会躲他，蓝忘机一走，魏无羡就喊他蓝湛。蓝忘机的额头出了汗，不可以见面的，他答应了的，亲口答应了的，脸色一点都不好。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魏无羡，如果他知道今天会在这里见到魏无羡说话，他是不会来的。蓝忘机走得太快了，魏无羡都没来得及拉住他，伸出手的指尖微微颤抖。不过魏无羡已经平静下来了，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但是魏无羡根本就没想到他这句话对蓝忘机造成了什么影响，以至于日后魏无羡都惶惶不可终日。蓝忘机把车门关上，轻轻地平复自己的心情，他指尖都在颤抖，那个人居然跟他说好久不见。魏无羡原本就是来找江澄的，现在江澄走了，他就只能再去江澄家里找他了。蓝忘机回了家，蓝曦臣今天没有去上班，看见蓝忘机笑着问道：忘机，今天这么回来这么早？蓝曦臣声音很温柔，就像是3月的风。蓝忘机动了动自己的嘴唇，他声音有些哑：兄长，我看见魏婴了。蓝曦臣一惊，问道：什么时候？忘机你怎么样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刚刚，我没事。蓝曦臣一听，这才松了口大气，说道：他回国了，你们迟早都会见面的，忘机，这个你要知道。蓝忘机点了点头。蓝曦臣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说道：尝尝叔父最近搞到说新茶，喝完就回房休息好吗？你不要想那么多。蓝忘机接过茶，道了声谢，说道：我会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蓝忘机回到房间里面根本就睡不着，拿出笔记本想工作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心工作。他挫败地叹了口气，换上衣服躺在床上浅眠。不知道是不是那杯茶的原因，蓝忘机这一觉睡得很好，他没有做噩梦，他没有梦到那个人。蓝曦臣走进来的时候，蓝忘机难得还在睡着，他放轻了脚步，看着自己弟弟的脸，他想把蓝忘机手腕上的那个表摘下来换一个新的，但是蓝曦臣不敢。蓝曦臣就坐在旁边的椅子等了1刻钟，蓝忘机还是没有要醒过来的意思，他起身悄悄地离开了。难得睡得这么好，就好好睡一觉吧。魏无羡晚上和江澄聚餐的时候说到了和蓝氏合作的事情，江澄说：我都给你说清楚了，我觉得可以，具体的可以再和蓝总谈，你去呀？我不去呀。江澄可不想去了，魏无羡既然回来了，那就让他自己去吧。魏无羡可以见到蓝忘机自然是愿意的，他说：行啊，我去谈。江澄翻了一个白眼：你自己搞去吧，快点让我休息休息。他刚说完，就看见魏无羡喝的牛奶，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，语气有些不可置信：改邪归正了？改喝牛奶了？魏无羡笑了一声道：这不是年纪大了，胃口不好了，不敢喝酒了，胃疼起来要人命。江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这倒也是。过了没几天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果然又见面了，就是来谈工作的。蓝忘机身边跟着一个助理，长得还不错，他看见魏无羡微微一怔，却也没有说什么，直接就把合同放在了桌子上，说道：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魏无羡眉眼淡笑，他只是草草地看了一眼合同，便抬起头看着蓝忘机。魏无羡不得不承认，蓝忘机真的很优秀。我想和小蓝总单独谈一下，意思就是让那个助理出去。那个助理看了一眼蓝忘机，便起身出去了。办公室里面就剩下他们2个了。魏无羡慵懒地靠在了座椅上，他笑了一声，说道：蓝湛，你怕我？蓝忘机淡定地说道：没，魏总说笑了。魏总这个称呼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关系拉远了，陌生又疏离。魏无羡听到这个称呼之后，唇边的笑意淡了淡，问道：你叫我什么？蓝忘机面不改色，冷冷地看了一眼魏无羡，薄唇轻启：魏总。
魏无羡微微一愣，想起之前蓝忘机抱着自己喊魏婴，明明自己比他大，但是小家伙每次都是叫他的名字，这一声魏总直接就把魏无羡喊愣了。蓝忘机又说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魏总把字签了吧，合作愉快。魏无羡拿起笔，动作快速的把字签了。蓝忘机拿起合同，一张放在魏无羡的桌子上，一张自己拿走。蓝忘机道：合作愉快，有什么问题让江总找我助理就好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蓝湛，声音响起，蓝忘机一下子就停在了原地，但是依然没有回头，拿着合同的指尖轻轻的颤，但是蓝忘机的声音还是任何的情绪。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？魏无羡道：蓝湛，你回头看着我。蓝忘机还是没有动。魏无羡声音带着些淡淡的笑：你说你不怕我，为什么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有正眼看过我？蓝忘机依然没动。魏无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蓝忘机。蓝忘机动了一下，转过身抬起眼眸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看见蓝忘机的那双浅色的眼睛的时候，还是心里被刺了一下，密密麻麻的疼。3年前，蓝忘机眼睛里面是装的魏无羡的，每次看到魏无羡的时候，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面总是带着温柔的情绪，虽然没有很明显，但是魏无羡知道蓝忘机是开心的。但是现在蓝忘机的眼睛空洞又冷漠，没有任何一丝别样的情绪，一丝丝都没有，冷漠的似乎对这个世界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让魏无羡难过的是，他在蓝忘机的眼睛里面看不到他的影子了。魏无羡忍着心里的那股难受的劲笑着说道：既然我们把合同签了，不如一起吃个饭，怎么样？我请客。蓝忘机拒绝：不了，谢谢魏总。魏无羡没想到蓝忘机会拒绝，说道：我知道有一家的那个菜挺好吃的，不如我们晚上一起去尝尝。蓝忘机皱眉：晚上要加班没空。魏无羡道：就算是个朋友，见面吃个饭总是应该的吧。蓝忘机明显不想多说话，拒绝：不了，谢谢魏总好心。说完，不等魏无羡说什么，转身立马就走了。魏无羡坐在椅子上，无奈的捏了捏眉心，完了，这下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但是这个饭呢，魏无羡肯定是要和蓝忘机吃的。等到了下午下班，魏无羡拿起手机打开微信，然后找到蓝忘机的微信，给他发了个信息。他不敢保证蓝忘机把他删了没有，刚刚放他走得太快了，连联系方式都没有要到。意外的，信息居然发过去了，3年了，蓝忘机居然没有把他删了。一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心里简直是真的要悔恨死了。刚刚看见蓝忘机那个眼神，曾经不止一遍地问自己当初做的这个决定后悔吗？如果要是魏无羡以前说的话，他肯定会说不后悔。但是魏无羡现在后悔了，十分的后悔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卖。